面对台海划下的禁航区，台当局表示本来要封3天的，但是自己抗议后，大陆只封27分钟。结果公告出来的时候，时间直接翻了13倍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密财户，我是虎妞。台当局发布消息称，大陆民航部门给台当局下达了通知，由于要进行民航活动，所以要在台湾北部海域85海里处划设禁航区域，时间为16日至18日，共为期3天。对于这一说法，台当局很快就进行了回应，表示原本是要禁航3天的，但是台当局发起了抗议，在来自台当局的强大压力之下，大陆不得不将3天变成了27分钟，以此来吹嘘台当局的所谓功绩，声称这是台当局的又一次胜利。对于这一次的设立禁航区域，岛内有不少的人认为是为了进行军事演习，因为解放军这次的围岛军演只进行了3天就结束了。去年的佩洛西访台引发的环岛军演可是连续加时好几次，最后持续了近1周才结束。这次演习，山东舰航母都首次参与了，怎么就3天结束了？并且这次的演习还没有实弹射击，这有点不符合以前的做法。再加上这次设定的禁航区处于东亚南北要处，是西太平洋的交通主要动脉。岛内专家声称，在这儿设立禁航区，就是为了向台当局以及西方国家展示解放军的封锁能力，并告诉台当局，解放军有能力在台海冲突时做到想做的一切，十分符合这次围岛军演的主题。因此，台军的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认为，这是解放军想要抵近台岛进行火力射击，算是为之前围岛军演没有进行的实弹射击补上最后的一处行动，并且提前3天发出的通知，完全符合相关规定。这一下子就又把岛内的不少人吓得不轻，因为在台岛上空传出的4声爆响，直到现在，台当局也没有公布到底是什么情况。这下又说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抵近火力射击，到时候台岛上空怕不是直接成为除夕夜，响个不停。不过反转也来得很快，就在台当局宣称自己的抗议有用之时，福建海事局很快就进行了公开打脸，在13日下午发布了航行警告，称在16日9时到15时，在东海4点连基水域范围内禁止船只驶入，因为这一区域可能会有火箭残骸坠落，要进行打捞回收。这也算是验证了之前岛内部分民众的猜测，因为在这一天，我国要发射风云3号6星气象卫星，按照发射地点推测，用于运载的火箭残骸很可能落在该禁航区，并不是所谓的军事演习，同时也并不是台当局所说的经过抗议之后由3天变成了27分钟，而是6小时，比台当局声称的27分钟时间足足翻了13倍。这下子台当局的脸面算是彻底丢干净了。原先说好的，在台当局的强烈反对和抗议下，这次的禁航区由3天变成了27分钟。台空军前空军副司令更是直言，这是为了对台岛抵近火力射击进行威慑。结果福建海事局的公告一出，以上所有台当局言论瞬间都变成了笑话。台当局的抗议完全是在空口胡说，台当局向大陆抗议是没有的事儿，更不可能起到所谓的效果。禁航区6小时压根儿就没变过，设立禁航区是为了火力射击进行威慑，也是在瞎说，只是为了防止渔民和商船受伤，要对这一区域封锁，进行火箭残骸打捞。而前段时间，一名台军雷达兵还爆出台军内部造假严重。其实解放军的军机军舰到底有多少通过了海峡中线接近台岛，台军完全就不知道，雷达也检测不出来。但为了给岛内民众一个交代以及安抚民心，显得台军对解放军的所有动态都了如指掌，所以每次的军情动态都瞎编一个出来。当解放军的军机军舰过来的时候，负责监视解放军的雷达站长官们正带着士兵们喝酒打牌呢。台军造假再加上这次的台当局吹嘘，恐怕岛内民众已经彻底失去了信任。
之前台军的造假还能糊弄下人，毕竟岛内民众也不知道解放军到底来了多少军机军舰，随便编个故事就行了。但这次的台当局吹嘘可就尴尬了，不是说本来要封锁3天的，然后经过抗议3天变成了27分钟，怎么公告出来的是6个小时啊？时间翻倍不说，你这到底是给谁抗议了呢？